你知道吗？开悟的人看世界，世界就是一个精神病院和疯人院，芸芸众生，蝇营狗苟，悲剧和喜剧不断上演。开悟的人来这世界就是来看笑话的，站在高维审视人类，人类和一群蚂蚁没什么区别，看似忙忙碌碌日夜奔波，其实都是在苟且偷生。绝大多数人都在麻木不仁地活着。有缘人，你要明白，你来人间不是让你来享福的，你经历的诸多磨难的真正用意，是为了让你觉醒开悟。宇宙为了让你醒来，换了一批又一批的演员陪你演戏，只为唤醒沉睡中的你。然而绝大多数让人一张嘴，要么是贪嗔痴慢疑，要么是各种偏见和傲慢，要么就是各种贪婪和妄念。他们来世界都是为了凑数的，最多充当一下韭菜，是社会运转的辅料和冗余。他们每天都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看似又活了一年，其实是把一天重复了365遍。他们早在30岁就死了，只不过80岁才埋葬。人生就像一座围城，生活就像是一场大逃亡。绝大部分人一生都在拼命外求，只要一个人还在外求，永远无路可走。举个例子，究竟是在1线城市幸福，还是在3、4线城市幸福？生活在1线城市的白领，就像生活在皇宫里的宫女和太监，见了很大的世面，却没有了自己，没有孩子，也没有未来。而生活在3、4线城市里的人们，就像生活在围栏里的牛羊猪，一生都被圈养，什么都没见过，却下了一窝又一窝的崽。再举个例子，晚婚最大的好处就是先弄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再去结婚，婚姻会更稳定。而坏处就是等你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后，发现没有必要结婚了。其实人结不结婚都会后悔。巷子里的猫很自由，却没有归宿房间里的猫有人宠，却活不出自我院子里的狗有人喂，却总得低着头野外的狗能独立，却终身流浪。人如果不开悟，无论怎么选择都会有遗憾。有的人居无定所，却内心安宁；有的人豪宅豪车，却终身流浪。人生就是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总想出来，外面的人总想进去，都以为墙外才是目标，总认为换一个地方，换一份工作，换一个身边人就可以幸福了。其实只要不能开悟，走到哪都是围墙。唐僧要去天竺取经，要经历108000里，981难。难道天竺的人就那么幸福，生下来就在真经里？他们又该去哪里取经？真经不在天竺，不在佛祖那，真经就在每个人内心深处，就看我们能不能深度觉察自己。很多人都向往诗和远方，期待过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日子。之前有个辞职信火遍全网，
这个辞职信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作者辞职后就去西藏流浪了，很快在路上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向往的生活，结果3、5年后，大家发现他又回到了之前那种状态，满眼都是柴米油盐，依然是无尽的辛酸。生活是无处可逃的，真正的诗和远方只在你内心。如果你内心没有，即便你走到天边也寻不到。一切众生皆具如来福德相，只因痴心妄想，贪嗔痴颠，所以迷失在红尘里，苦海无涯。回头是岸，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再看看这2年的情况吧，经济衰退，创业维艰，生意难做，内卷越来越严重等等。如果你还没有看透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我来告诉你，世界正在提醒我们，物质决定幸福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人类是时候觉醒了。如果1年不够，那就用2年；如果2年不够，那就用3年；如果3年还不够，那所有的痛苦和灾难都会来找你。人生所有的痛苦，除了疾病带来的身体痛苦，其他的痛苦都是人的执念导致的执迷不悟。迟迟不开悟，就是痛苦的根源。人不是被事情困住，而是被对事情的看法所困住。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人的思维，每个人都活在一座认知监狱里，被终身囚禁。这个世界越来越缺少人情味，几乎人人都缺爱，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人们互相期待又互相防备，人和人看似离得很近，却又非常遥远。很多人都活在绝望的瓶颈里，未来只有2种人：觉醒的人和执迷不悟的人。觉醒的人可以一飞冲天，执迷不悟的人会被天诛地灭。可惜很多人还在执迷不悟，依然在低阶的维度努力。如果不懂得修心，这是低效的挣扎，只能是徒劳无功。发展到极致，就会出现心理和精神问题。以后的社会，心理健康的人会越来越少，心性成熟的人会更少，满大街跑的都是脑子有问题的人，社会戾气会越来越重。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执迷不悟的人来说，这世界就是地狱；而对于开悟的人来说，这世界就是天堂。什么叫开悟？请记住一句话：只要你能成为你自己的观测者，你就能瞬间开悟。为什么观测者是开悟的？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当有观测者参与的时候，世界会瞬间改变。这就是量子坍缩，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效应。人的意识竟然可以让客观世界发生变化，比如薛定谔的猫，即死又活，只取决于你有没有去看它。所谓观测者，就是抽离出来一个高维的我，让这个高维的我来审视当下的我。于是一瞬间你看清了自身所有的问题，
这种状态就是开悟了。这就像玩游戏，之前你一直以为自己是游戏的主角，一直拼命地打怪升级，忽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其实是玩游戏的那个人，维度一下子就上去了，这就是开悟了。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开悟之前是发脾气，开悟之后是我看着我在发脾气，开悟之前是我在活着，开悟之后是我看着我在活着，开悟之前是我活在世界上，开悟之后是世界在我心中。也就是说，你看见什么，什么就消失。你越看不见什么，什么就越困扰你。当你看到你的情绪、脾气、欲望以及贪嗔痴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跟你融为一体了，然后就会被你溶解了。比如，当你允许自己焦虑的时候，你就不会焦虑了。当你觉察到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情绪就开始消失了。再比如，同样是坐牢，一个人接受了牢狱，另一个人怨恨牢狱，结果就不尽相同。对于完全接受牢狱的人，牢狱反而就消失了。著名南非总统曼德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虽然坐了28年牢，却从不把牢狱当牢狱，反而在里面安心学习，结果一出狱就当了总统。而如果一个人始终不接受，却又不得不坐牢，牢狱就会死死地把他束缚。一个从不接受自己残疾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残疾人，而一个接受了自己残疾的人，残疾就消失了。你讨厌的、恐惧的、对立的就会存在，你接受的、理解的、欢迎的就会消失。真正束缚我们的是我们的定义、认知和思维，而不是事实本身。当你的认知思维改变了，那个束缚就消失了。你接受什么，什么就被融化在你的接受里。你抗拒什么，什么就被你的抗拒建立起来。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允许一切随时发生。真正的强大不是打败一切，而是允许与接纳一切，允许世事无常，允许遗憾常在，允许愚蠢存在，允许有人不喜欢你。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生命才是完整的。你越在乎什么，什么越存在；你越拒绝什么，什么就越侵扰你。当你修到心性圆满，没有什么接纳不了的人和事，从此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你，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撕裂的时代，脑子正常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几乎人人都有心理问题，每个人都是压抑的，得不到排解。其实人类进化到今天，变成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生物。如果一直回忆过去，就会抑郁；如果总是展望未来，就会焦虑；如果很努力，就会陷入内卷；如果一直躺平，就会陷入内耗；如果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很无聊；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很痛苦。行也不是，做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站着难受，躺平也难受，这就是现代人的状态。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其实人类从未如此矛盾，人和人之间如此熟悉，但又如此陌生，即便一起聚会，也是各自看着手机。人和人的距离看似被互联网拉近了，但心和心的距离反而变远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期待什么，但也说不上是什么。同时呢，我们每个人也在防备着什么，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所以人们彼此期待，但又彼此防备。我们无比渴望被关怀，但又怕受到伤害。这个时代几乎人人都缺爱，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欣赏，但又害怕被伤害。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无比冷漠，但又无比需要爱。所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人们正在上天堂，人们也正在下地狱。那么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你要看到一个事实，人类在集体迷茫，人类也在集体觉醒。未来只有一种人能活得很好，那就是觉醒的人。我们正在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人都将被淘汰，就像2亿年前的恐龙开始灭绝一样。只有觉醒的人还有存在的意义。整个地球都将焕然一新，3维的物质世界正在坍塌，4维的精神时代彻底到来。道德经里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所谓善人，就是善于遵循天道的人，也就是觉醒的人。有大破必有大立，当大部分人被淘汰，就必然有一小部分人会觉醒。人一旦觉醒了，就能看清了自身所有的问题了，生命就会走向大升级，我们称之为真正的人。人类发展到今天，只有这条出路了，否则活着会无比痛苦。地球上这些年发生的事，就是在提醒我们，人类该觉醒了。如果1年不够，那就用2年；2年不够，就用3年。4不过3，3年还不行，那么所有的痛苦都会找到你，倒逼你觉醒。最后你还不能觉醒，那就自生自灭吧。大家记住，从现在开始，地球能量大升级，每个人都将面一场生死考验。觉醒力才是未来一个人最核心的竞争力。切记这一点，这个世界上没有普通人，只有没有觉醒的人。希望你能成为第一批觉醒的人。什么是觉醒的人？就是带着觉察去生活的人。当你意识到人生就是一场修行的时候，就开始踏上觉醒之路了。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来度我们的，都是帮我们觉察自己的。这样我们生命的维度就会越来越高级。人一旦觉醒了，就内心圆满了，也会心生慈悲，也拥有爱人的能力了。这样的人心平气和，充满着爱心，也不会追求高人一等，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世界才有希望。沉睡的人就是无知无觉的人，他们一直停留在物质主义阶段，眼里只有豪车豪宅，或者纸醉金迷的生活，这必将会导致各种破坏和杀戮，这不符合人类文明的进程，不符合天道。地球已经疲惫不堪，人间也已经千疮百孔，唯有升级才能重生，人类才能迎来崭新的文明。物极必反，当人类的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必然朝着精神的方向去升级，而不能完成这一升级的人，就是低级维度的人。地球已经在发出信号了，可惜很多人还在执迷不悟，依然在低级的维度里努力。如果不懂得修心，不去修行，就是低效的挣扎，未来会出现心理和精神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各种玄学课程越来越多了，比如周易、奇门遁甲、风水、紫微斗数等等，充斥着整个互联网短视频，好像人人都是专家，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中国人陷入了一场空前的认知危机和精神危机，很多人已经开始走火入魔，踏上了歪门邪道。首先，什么样的人才能掌握天机？必须是五弊三缺之人。五弊指的是官、寡、孤、独、残；三缺指的是福、禄、寿。也就是说，凡是掌握了天机之人，必遭天机的诅咒，被诅咒的结果非常可怜，要么是孤独，要么是残疾，而且终身跟富贵无缘。所以那些算命很准的人，通常都是瞎子、瘸子或者绝后之人。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必遭天谴。就像《葵花宝典》里的第一句话：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其次，周易里有句话：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补。意思是真正懂周易的人都不会用它去占卜，只有那些江湖骗子才会用周易算命占卜。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被算出来的命都已经是过去，都不存在了。物理学有一个概念叫量子坍缩，意思是处于某种状态的物质，当有观察者介入的时候，它的状态立刻发生坍缩。也就是说，当你看清它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它了。命运也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像是上帝给人类设置的一道枷锁，你每出一招就会被另一招反克，他说立就立，说他就他。因此凡是被算出来的命运就已经不成立了。人们把自己能看透的现象称为规律，把自己看不透的现象称为命运。其实在高认知的人眼里没有命运的说法，一切都是可以遵循的，顺着逻辑就可以判断走势和必然。其实很多人都是把玄学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捷径，不用成长和改变就可以把所有问题给解决了，这叫偷懒。
那么人在什么时候才能去窥见自己的命运？孔子说：尽人事，听天命。意思是只有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才有资格去听天命。作为一个人，把人事做到极致，天命才会出来指引你。牛顿是研究完经典力学之后，才敢研究上帝；爱因斯坦是完成相对论之后，才敢去研究神；孔子是完成了教育大业之后，才敢去研究周易。人事做到极致的人，才有资格听天命。真正的信命是尽人事之后而听天命。所谓尽人事，就是先全身心的解决问题，最后再把结果交给老天。很多人都是在果上面努力，在因上面随缘，这是颠倒了。我们应该在因上努力，在果上随缘。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人一旦开始修行了，就可以随时觉察和纠正自己了。尤其是达到开悟的状态，就是我看着我在活着，会抽离一个高维的我来审视当下的我。这种人是可以随时逆天改命的。也因此，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只有修行才能改命，除此之外的一切路径都是徒劳。古语云：德不配位，必有栽杨无功受禄。大凶之象，在一个人的心性和格局被修出来之前，平白无故接受福报是有祸患的。永远记住周易里最核心的8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2025年即将到来，地球能量正在大重置，很多人都将被淘汰。首先思考3个问题：为什么社会越发达，我们反而越迷茫？为什么绝大部分人都是被裹挟着前行？为什么绝大部分人都是来世间凑数的？一语道破天机，让每个人失去自我，是社会的根本需求。社会就像一台机器，这台机器要想运转效率最高，就必须实现批量化的生产和机械式的操作。每个人就好比一个零件，每个零件都只有一种功能，不上蹿下跳或者想入非非，那么社会的管理成本就太高，运转起来就效率极低。对于社会这台机器来说，每一个人必须通用可替换的，而不是独一无二的，这样才能一个零件坏了马上换一个，就可以继续生产。如果每个零件都是特殊的，太容易有自己想法，那么零件之间的协作成本就很高，社会这台大机器就会无法运营。我们要记住，社会对我们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听话照做的人，成为默默为我坚守岗位的人，成为整齐划一可代替的人。社会是不负责让我们生命觉醒的，生命的觉醒和人生的意义，唯有靠我们自己。那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能力，也只有那一的人才能实现。如果大部分人都开始独立思考，都想活出自我，那社会就没法前行了。因此，存在即合理。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一切社会现状都是合理的。一个理想的社会人，就是社会的一颗螺丝钉，让干活就干活，让休息就休息，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这些不取决于你自己，完全取决于社会的需求。自我意识是一个必须被消灭的东西，就连我们的父母和老师也在努力帮我们瓦解这个东西。比如恋爱、结婚、生孩子都跟自我没关系，都是父母、家庭、社会对我们提出的需求。比如爱情这事，明明只取决于你和我两个人，属于最典型的自我意识。但是不好意思，中国自古就讲究门当户对，现代又给我们强加了很多条件，就是不能让我们有自我意识。现代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想结婚生子了？因为他们都萌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家长和社会都开始着急了，马上用各种方式对他们洗脑，千万不能让他们有自己想法。还有一点也非常值得深思，那就是每个人都在高喊要自由，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渴望自由，因为自由背后意味着责任，自由的背后是自律。只有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才能享受自由，否则对社会和他人来说就是灾难。所以我在这里强调，生命的觉醒绝不是只顾自己活得爽，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能尽到社会义务，并且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活出自己。如果还能创造社会价值，那就是一个优秀的生命。只有心性成熟的人，才有资格追求自由，才能真正地明白生命觉醒的意义。而绝大部分人都是心理不成熟的巨婴，他们想要的就是不劳而获，就是自私自利，就是各种短平快的享受。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成为一个螺丝钉。尽管这些人整天也在高喊要自由，其实他们最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被奴役。他们的最终的结局就是要么被资本奴役，要么被道德奴役。什么叫被资本奴役？举个例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主张性解放的，美其名曰解放天性，其实性解放就是为了消灭爱情的。当性行为这件事可以很随意发生的时候，爱情这件事就没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因为爱情需要过程的，是长期主义，而性行为是短平快的刺激，是短期主义。人性的本能是拒绝长期主义的，我们都渴望寻找当下的及时满足的好处。一旦这种需求被满足了，那么长期主义的事就被我们抛弃了。再比如资本主义倡导的消费主义，也是为了瓦解自我的。消费主义让我们陷入物质的追求里，所谓豪车、豪宅、奢侈品等等，都是为了让我们外求的。自我意思是需要往内看才能看见的，就是往内审视自己，而我们都不再往内看了。
外在的物质让我们一时得到了满足，但是长期的幸福感却消失了。有的人居无定所，过着安宁的日子，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被资本主导，物主义者让人沉沦，绝大部分人都活得很迷茫、焦虑，这是必然的，也是很合理的。什么叫被道德奴役？道德是资本的对立面，但它的任务也是为了瓦解我们的自我意识，因为他们一直在用灌输、约束，甚至道德绑架方式让我们失去自己。道德经里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只有一社会失去大道了，才会强调道德，才会强调仁义礼。所以儒家强调的仁义礼，就是为了抑制自我意识的，让我们成为社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传统的机械化大生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信息的发达让很多人都萌发了自我的意识，两者的冲突越来越大。而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想继续前行，必须开始唤醒自我意识。依靠传统的管理模式，生产力是无法实现解放的。比如在现代管理学上，管理这个词都不再提了，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是赋能。管理是自上往下的管理，靠约束发挥集体能力，而赋能是自下而上的，靠点拨唤醒每一个个体。未来社会的协作模式是自由个体大联合，而不再是整齐划一、统一行动。最重要的是，科技的发展也使这种自由个体大联合的协作模式得以实现。比如区块链就可以精准记录每一个人创造的价值，并且变现，于是每个人都可以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当每个人都能萌发自我意识的时候，社会的生产力将实现一场大解放。这就是人类文明的下一步方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历史的车轮从来都是眷顾那些心怀苍生的人们，也随时在抹杀那些心怀鬼胎的恶魔。是的，你的感知力没错。现在地球上的时间好像被压缩了一样，过去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似乎变得更快了，3年河东，3年河西，甚至在1年间就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必须看清真相，时空是连续梯，本质上没有时间，只有当下。就像你把一部电影放慢之后，你会发现电影是一张张图片组成的，通过放映机的速度来控制电影的连续感，以达到人眼能够接受的程度。人的五官很难看到真相，唯有感觉不会骗人。现在地球的奔跑速度越来越快，人们感受到的时间也越来越快。现在的时间比30多年前快了近1/4，一年虽还是365天，
每天还是24小时，但实际上已经缩短。相信你已经感到，最近几年地球越来越不安宁，尤其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混乱灾难此起彼伏，而且还在不断扩大规模。过去几年，从火山、地震、洪灾、瘟疫等灾害事件到集团敌对、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怪病，身体上越来越大的表面压力等等，如同许多预言所说的，地球正在进入一个变动频繁的大时代。值得恭喜的是，你能看到这个影片，说明你已经踏入了灵魂觉醒的行列。接下来就是不断升华自己的生命能量，达到圆满解脱。你能看到这个视频，说明已经具备这样的缘分。这个时代是一个你无法用大脑思考，快到你无法想象的时空点。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对自我生命能量的提升，对智慧的追求，对灵性疆域的开拓，比这个时代更加的让人痴迷。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将生命未知的可能性推进到如此空前绝后的高度。这个时代是一个圣贤辈出的时代，是一个照见本我最快速圆满的时代。当下全民觉醒，进入快速扬升时期，你会发现很大一批人已经开始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灵性层面跨越，但仍有很多人沉迷于物质层面不能自拔，必将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这是一个让普通人翻身的机会，更是让普通人觉醒的时代。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修行之路，追求解脱之道。你有没有感知到扬升当中的变化？当下时代，如果我们再不觉醒，再不踏上时代的节拍和时空的步伐，观望着、迟疑者、徘徊者、摇摆不定者，必定淘汰。在这个时代，不管是空门修行还是红尘修行，在这个时空会有很多高能量的人出现，至此宇宙进入正本清源。现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争斗与各种灾难，只是告知人类后天将要结束，进入先天能量时代已经悄悄来临。人类正式进入新的纪元，地球正是大扬升，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只有灵魂升华，无私无我的人，才能顺利通过地球大扬升。觉知的灵魂会有以下特质：一、不再提前消费自己还没赚到的钱；二、自己做决定，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所以要学会不在乎；三、不必做他人强迫让你做的事；四、我们不是在用钱买东西，而是在用生命和时间买东西；五、与和你想法一致的人走进婚姻，找与你三观一致的人；六、不断精进，把时间用在擅长的事情上，把复杂的问题简化，简单的问题模式化，模式的问题系统化。七、穿着简洁，追求干净，舒适的自我体验，
与其热衷大牌产品，更独爱个性。小众定制产品。8. 服装颜色不超过3种，衣服只有那么几件，不会为穿什么而烦恼。9. 喜欢自己做饭，热衷蔬菜，对肉的欲望减少。10. 和去健身房比起来，更喜欢自然的户外走路。11. 开始注重灵性修行，尝试独处滋养自己。12. 与其依赖别人，不如依赖个人信用、实力、影响。13. 小而精的圈子会让你的人生更美好。14. 未来最高的价值就是找到自己，投资自己的特长。15. 不再外求，而是想办法为他人提供帮助。16. 与其服务更多的人，不如服务更优秀、更少的人。与其提供更多的产品，不如提供更优质的服务。17. 遇到问题速战速决，不会累积，结束之后立刻换下一个。对往事一往情深，但从不回头。18. 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心愿和信仰。19. 更注重细节和要领，要求近乎苛刻，放弃大而全、面面俱到的工作方式。20. 宁可把时间和重金砸在一件事上，也不会花在很多无谓的事上。总之，未来的圈子必须要拥有灵性，和你共荣。人亦是如此，我们一生再也不需要结识很多人，有知心、真心的几个就够了。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知己，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来这个世界一趟，除了去认知你是谁之外，没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唯有醒觉，活出生命的全部潜能，才能走上一条奇迹之路。每一天察觉自己的情绪、念头，保持正向、感恩，不外求，不批判，带着臣服和爱去工作生活，去对待周围的家人朋友，抓紧时间努力收获生命的成长，让灵魂更纯粹、更圆满，提高意识频率。生命自由度和适应性的唯一方法就是一道正修，此生成就一个人的意念。可以接受高维度宇宙能量，也可以驾驭和掌控高维度宇宙能量。可以说，高维度宇宙能量完全存在于人们的意念当中，最终所有人都必须完全的依靠意念能和高维度宇宙能量才能够存在，才能够生存。现在这个时刻，为了帮助地球的扬升，在地球周围的太空当中，有几百万亿、几千万亿的高维生命。大道行者们其实也一直在这个行列默默无闻地做事，包括你的醒来，心怀宇宙，你就可以永恒；心怀天地，你就是明德贤能，可以超生。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觉醒修心。为了让你醒来，换了一批又一批的演员陪你演戏，
只为唤醒沉睡中的你。愿你灵魂早日觉醒归位。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